疫情期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每天都有记者会，而官员身后的手语翻译员也曾因为什么都能翻而备受关注。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什么都能翻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它是全世界都通用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手语这种视觉语言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我们日常沟通的时候，非常习惯用口说来传递、接收资讯。但对于无法说话或是听力严重受损的人士来说呢，手语就是他们特别仰赖的工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母语。但有趣的是，就像语言有分成很多不同语系，手语其实也有分成好几种不同的语系。所以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手语呢，也未必是全世界都通用的。而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会先从手语的起源开始，带大家一起简单的认识这个非常厉害的视觉语言，以及在科技的帮助之下，不会手语的人有没有更多可以跟听损朋友们沟通的方式？但是按照惯例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每次有新游戏上线，你是不是都心痒痒很想玩，但又怕每款都买荷包会大失血吗？没有关系现在游戏也有吃到饱咯。Xbox Game Pass 呢是微软推出的游戏订阅服务，可以让你用便宜的价格无限畅玩上百款的游戏，包含他们自家推出的《极限竞速》、《最后一战》，或者是 EA 和 Bethesda 的经典大作《战地风云》、《毁灭战士》、《上古卷轴》，通通都玩得到。这些游戏价格呢，可能原本至少都要几百块到几千块，但现在不管你是休闲玩家还是重度玩家，只要挑选适合自己的方案，就有可能用最低首月30元的价格全部玩个够。像是有给 Xbox 主机玩家的这个 Game Pass， 还有电脑玩家的 PC Game Pass， 还有主机、电脑我全部都要的 Game Pass Ultimate， 大家都可以参考。那如果喜欢想要续订的话呢，之后每个月也只要几百块，等你遇到真爱想要永久收藏某款游戏，还能够用8折优惠入手。那现在大家就赶快点击资讯栏连接，了解更多 Xbox Game Pass 的资讯跟会员福利吧。历史上面记载，最早出现系统性手势沟通的是在中世纪西欧的本笃会修道院。那注意这里还只是用手势来沟通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手语。当时为了帮助修道士们维持宁静、过着简朴的隐修生活，修道院会规定在一天的某个时段、某个区域，大家都要禁止交谈。不过，毕竟他们还是有基本的沟通交流需求，所以修道士们呢就发展出了一套手势。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手势可以说是手语的前身，但它真正跟聋人或者是听语损伤者产生连接，却至少要等到16世纪以后，有一位爱子心切的贵族父亲就此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从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们常常会觉得说，如果有个人的小孩天生听不太到，那一定是因为这个父母的罪孽太深。所以如果有名望的人生出了听语损伤的小孩，他们通常呢都会选择把孩子送去修道院，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据说呢，当时有一位西班牙贵族同样将他的2个聋人小孩送到了修道院，但他们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要让孩子与世隔绝，而是想要拜托修道士用修道士的手势沟通法教他们的孩子阅读跟说话。而最后呢，他们不仅能跟一般人沟通，也保住了继承爵位还有财产的权利。而从这个案例开始呢，人们就逐渐的发现说，要让听语损伤或者是障碍者跟大家一起沟通，其实是有可能的。但这个时候呢，因为系统还没有发达，教育资源也很有限，所以大部分能够接触到的孩子都还只是贵族或者是富商的家庭。又过了100多年，到了18世纪之后，有一个法国天主教的神父里皮，为了向巴黎贫民窟的听语损伤者传教，结合了各地使用的沟通手势，编了一套法文的手语系统，还创办了第一所公立免费的听语障碍学校。后来这套系统慢慢的被推广到了欧洲各地，因此里皮呢也被后世称之为是聋人之父。不过，就算手语已经被广泛的用在相关的教育，但还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觉得手语算是一种语言。有许多的语言学家认为呢，手语只是一种符号而已，并不是有意义的沟通行为。而1960年，美国一位教师史托克出版了《手语结构》这本书。他主张，一般我们所认为的语言呢，都是由词汇、语法还有意念表达所组成的。而在手语当中呢，手势、空间位置跟动作走向，其实就涵盖了这些功能，也能因此组织出准确的字句，达成沟通的目的，自然也就能够算是一种语言。这是第一次有人表态说，他觉得手语不只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语言。而从那之后呢，大家也渐渐的把手语系统普遍的视为一种
种语言的形式，而不只是符号或者是手势。那么既然手语可以算是一种语言那不同地方所使用的手语会不会有所差别呢？答案是会。那会不会也有语系的分别呢？答案当然也是有的。语言学家们依据手语的流变，将世界上面各个国家的手语大致分成了3种手语的语系，分别是法国、日本还有中国手语系。台湾的手语是属于哪一个语系的呢？答案是日本手语系，因为台湾的手语教育主要是从日治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所以台湾手语在文法断句上更接近日本系统一点点。不过就算是日本系统他们也还是有地区的差别，像是东京地区用的手语跟大阪地区就有一些不一样。而因为当时师资的关系台湾北部的手语原本主要是以东京手语系为主，而南部呢只是大阪手语影响比较多。后来因为大家又吸收到了更多中国手语的词汇南北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且呢很多用词也慢慢的汰换更新，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隔阂跟差异，越来越台湾化了。那这边的讨论呢，其实也带出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手语系统很容易会因为地区而产生差异。所以这边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手语也有国际通用的系统吗？既然不同国家的手语各有不同，那有国际手语系统吗？有。国际手语呢是完完全全因应跨国沟通的需求而发展出来的人工语言系统，例如像世界聋人大会或者是听奥会等等呢，都会使用国际手语。这个人工的意思呢是说，它并不是在生活当中自然出现的，而是尽可能的去搜集各国手语当中的共同点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沟通系统。例如太阳呢，因为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就是一个高挂在天空很明亮的星体，所以许多国家的手语打法呢，就是手往右上呢高举过头，手掌向下做放射状来表达太阳的形象，所以国际手语呢就用这个手势来表达太阳。但是一旦遇到比较抽象的概念，例如像是人体的神经，各个国家的打法就天差地远了。这种状况之下呢，国际手语采纳的则是法国的打法。那因为这样子的沟通比较容易遇到困难所以手语翻译员的任务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在很多有手语翻译的场合之下呢，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称呼他们为手语老师，但在圈内人心中呢，可能常常会觉得有点哭笑不得。因为就字面上面来看手语老师呢，指的其实是教人手语的老师，但他们主要的工作并不是传授手语，而是帮助大家跨越沟通的障碍。像是听人跟聋人要对话，或者是不同语系的手语之间呢，都会需要仰赖有人居中翻译。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叫老师反而有种尊重的感觉，但有不少的手语翻译员呢，还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证明，来让大家更认识手语翻译这项职业。好的，那话说回来虽然手语可以减轻听语损伤者在沟通上面的困难，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障碍困扰着他们，例如电脑的输入法。对台湾人来说，最常见的输入法可能是像注音仓颉或是手写和语音输入法。但对于聋人或是听语损伤者来说呢，语音和注音输入法都不是特别的友善，因为注音是一种表音符号，一般人呢多半是靠着一个字的读音并拆解成注音符号来输入的。但对于习惯手语的聋人来说呢，这些注音只是抽象的符号，很难靠着声音就拼出一个字，所以手语输入法可能才是最有效率的输入方式。但随着科技发展呢，现在已经有 App 把手语动作转换成图片的概念，让使用者透过输入使用的手指数目、手势位置还有手势走向的排列组合，找到对应的手语字词来输入，再组合成句子。而此外呢，为了让聋人跟不会手语的人更方便沟通，现在也有软体呢能让电脑先辨识手语动作，再将手语翻译成文字语音，而听人呢也可以输入文字，电脑翻译成手语，再由虚拟的人物表达出手语的动作。最后，如果你是个听人，想要学手语来跟聋人朋友沟通，这边我们要提醒，可能要选对系统哦。这边的系统并不是指日本手语系或者是法国手语系，在手语分类里面呢，依据表达逻辑，它有分成文法手语跟自然手语这两种。所谓的文法手语呢，就是依照一般人说话的语法所打出来的手语，例如你叫什么名字，文法手语的打法顺序呢，就会是你什么名字再加上疑问的表情。而这种文法手语呢，主要是想要帮助能够说话的聋人在学习说话的时候能理解一般人的语法，但在聋人之间的沟通呢，反而比较少用，因为这有点像是文言文的感觉，因为他们更加依赖视觉来接受外界的资讯，所以在表达的时候呢，会更注重画面性，例如习惯先讲主词或者受词，再讲两者之间的动作或关系，并且搭配肢体动作或是表情来传达一个情境感。这种手语对于他们而言呢，因为更自然、更直觉，所以被称为是自然手语。同样是你叫什么名字，在自然手语的打法呢，就会是你名字什么，再加上疑问的表情。
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所以你如果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这个加入，或从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哦。好的，那话说回来从单纯的手势暗号到一个完整的手语沟通系统，手语发展的过程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峰回路转。它不仅花费了许多人的心血，更是历经了数百年的累积和推动，也让我们体会到语言是人跟社会之间非常重要的连接。古早以前，聋人因为接受不到外界的资讯，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常常就被视为不完全的人，无法接受教育，社会地位低下，就算是出身贵族，也一样会因此丧失他原本拥有的权利。但因为有了手语，人们渐渐的弭平了鸿沟，原本被视为不完全的人，现在已经是聋人，而虽然可能有听语损伤或者障碍，但他们一样可以传递资讯。更重要的是，大家也渐渐的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科技的进步也使得原本大家在沟通过程当中的种种屏障，也有机会慢慢的被排除。我们觉得这真的是科技来自于人性最美的体现了吧？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想问大家，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了有聋人朋友打着手语向你求助，你会怎么做呢？用文字、唇语或者是各种比手画脚试着跟他沟通，比赶快找个手语翻译 App 用科技的力量解决问题。C 怕帮不上忙想办法找其他人来协助。其他底下留言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知道手语的起源和发展。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无声的真实故事以及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